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 Official Secrets 的创办人。今天跟大家介绍弹性碳纤维科技以及如何选择一双最适合你的蛙鞋。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2片小尺寸的碳纤维板。那这2片我们特别让它的比例去模拟碳纤维蛙鞋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这2片碳纤维，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特别用一样的层数放在这2个模拟的小板子里面，去让它们做到它们的厚度也是一样的。来，大家可以看，这一片的厚度约是 0.6 mm。OK， 这一片的厚度呢，也是 0.6 mm。好，在这2片一样的碳纤维中，先介绍第一片。第一片的碳纤维是属于复合材料业界属于比较泛用型的材料，这样的材料，碳纤维材料通常用在汽机车的改装品以及一些零件或者是钓鱼系列的产品。那这样的产品呢，通常去展现碳纤维的结构与它的刚性，但这样的碳纤维确实是让它比较难展现它的弹性的。大家可以看。第2个部分是我们 Official Secret 特别从欧洲空运进口的材料。那我们所用的材料呢，跟 F1 车队用的指定厂商用了同一间供应商。那这样的供应商会有特殊的这种高弹性的材料。那为什么我们叫它高弹性呢？因为这样的碳纤维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软，而是它有非常好的吸收能量的力量。它可以大幅度的弯曲吸收这个动能了以后，用更快的速度去展现释放出这样的速度出来。那接着我们把2片的碳纤维放在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实验上，它是2个这个胶台像一个桥梁的感觉。首先你可以看到第一片的这个碳纤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增加一点重量。当这个东西我们增加一点重量的时候，可以看到重量下来的时候，这个板子是不太会受到影响的。我必须得加一点力，这样子的板子才开始受到力量。接下来我们换这一片，我放上重量的时候，这个板子明显的就感受到这样的弹性，而且弯曲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蛙鞋的原理呢，其实更像撑杆跳。那奥运选手，我们想象这其实就像奥运的撑杆跳的动作。那奥运的选手他们要撑杆跳以前，他们会利用这样子的杆子，然后去顶住地板，然后让这个撑杆跳选手跳得很高。那其实蛙鞋在水里面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概念。其实坊间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在踢蛙鞋的时候是这样子上下摆动在前进，其实并不是而是我们这样子的蛙鞋在水里摆动了以后，前段去造成它的弯曲，让这样子的碳纤维板好像在水体里面一样顶住这样的地板，然后让你的人跟身体，然后利用这个蛙鞋的碳纤维弹性的力量，迅速的往前弹出这样的感觉。所以一个碳纤维蛙鞋的好与坏，而是在于这样的碳纤维的板材能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吸收它的能量，而且快速的展现这样的弹性，而决定了推进的效率。所以 Official Secrets 所有的碳纤维蛙鞋，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碳纤蛙鞋，皆使用 F1 车队他们指定的供应商用的材料。那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一双蛙鞋其实并不只是说有几层的碳纤维，或者是多少的碳纤维。这个层数，碳纤维的层数跟性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真正重要的是说，你选择怎么样的碳纤维在你的碳纤维蛙鞋。而 Official Secret 是用不同的规格、不同的编织方式，放在不同的区域，让一双蛙鞋里面，它需要非常弹性的地方、吸收能量的地方去非常的弹，需要支撑结构的地方去支撑结构，让这个 Flex Pattern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下去做出一个完美的推进。那这样子转化成为最大的推进的推力，这才是一双高性能蛙鞋的关键。